一场饿死了几千万人的灾难，在中国大陆的正式表述里叫3年困难时期，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学课本和日常语言里，它叫3年自然灾害。这一期不讲这场灾难本身，第一期已经讲过它的成因。这一期只查一件事，这个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，改过几次，每一次改动对应的是什么。名字这件事看起来很小，但一个事件的名字就是它在公共记忆里的形状。名字里写着归因，归因里写着责任。先把现有的几个名字排出来。大陆官方文件里标准表述是3年困难时期或者3年经济困难时期。大陆中小学教材和大众媒体里长期使用的是3年自然灾害或者简称自然灾害时期。学术界和海外中文出版物里用的较多的是大饥荒、中国大饥荒、大跃进饥荒。杨继绳的书名是《墓碑》，冯克的书名是毛泽东的大饥荒。同一件事，3套名字，差别不在文采，在归因。先看官方表述的定型时间。1981年6月27日，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。这份文件是中共对建国以来所有重大事件的官方定性，效力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决议里关于这件事的表述是：1959年到1961年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，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。原因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，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造成的。这段话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他列了3个原因。第一个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，前面加了主要由于。第二个是当时的自然灾害，第三个是苏联撕毁合同，这2个前面用的是加上。也就是说，中共自己的最高级别历史文件把政策错误放在第一位，把自然灾害放在第2位，而且用的是加上这个表示次要因素的连接词。那么3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？它不是来自1981年的决议，它比决议早20年，来自灾难正在发生的时候。1960年到1961年，官方宣传的口径是连续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。这个说法出现在报纸、广播和各级会议的报告里。它有一个明确的功能，需要向全国和全世界解释粮食短缺。当时能用的解释有2个，一个是天灾，一个是苏联逼债。这2个后来都进了1981年的决议，只是位置从第1降到了第2和第3。一个在灾难当时用于解释的宣传口径，在20年后被降级为次要原因，但它在大众语言里的位置没有变。原因很简单，决议是文件，课本才是每天被读的东西。这里要插进一段，因为这个名字有过一次差点被改掉的机会。1962年1月，中共召开7000人大会，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，参加者是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干部。会议的主题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。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说法：3分天灾，7分人祸。这句话是一个比例，他承认有天灾，同时把主要责任放在人的一边。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衡量，这是一个相当直接的表述。毛泽东不喜欢这个说法。同年9月，中共8届10中全会召开，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那种把形势估计成一团漆黑的看法，重新把3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归到自然灾害上。从这次全会往后，3年自然灾害成为不再被挑战的标准表述，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名字在1962年初有过一次修正的窗口，窗口开了8个月，然后关上了。1981年的决议实际上是把刘少奇那个3分7分的比例重新写了进去，只是加上了苏联这一条，而且用的是文件语言，不是口语。中间隔了19年。那么，那3年到底有没有自然灾害？杨继绳在《墓碑》里专门处理了这个问题。他的做法不是引用别人的结论，是自己去找原始数据。他先后5次到国家气象局请教专家，在气象局图书馆查资料，最后找到一本关键的书，
高速华主编的《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》。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年到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气象站点的资料做出的分析。用这350个站点的40年数据，可以判断1959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什么水平。结论是，那3年的气象条件在40年的序列里属于中等，没有出现全国性的、足以导致大规模减产的异常。除了全国数据，还有个案。杨继绳查了安徽无为县1957年到1961年的气象资料，无论看月降水量、最长连续降水日数、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，还是看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，都不存在旱涝灾害。而这个基本风调雨顺的县，那几年饿死了30万人。还有一组更直接的数字：1961年全国的成灾面积比1960年高出 15.4%， 但1961年的粮食产量比1960年高出 2.8%。灾害面积上升，产量反而上升。如果天灾是主因，这2个数字不可能是这个方向。再看一个历史对照，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，饥荒在历史上不罕见。有记录的近代最严重的一次是1928年到1930年，全国22个省受灾。这次灾荒的死亡人数按较高的估计是1000万。李文海等人的《近代中国灾荒系年》和《中国近代10大灾荒》认为不到600万。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间，所有灾荒合计死亡约1836万人，17年1800多万。而1958到1961年3年之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，杨继绳的估计是3600万，另外少出生4000多万。即使完全采用官方公布的天灾数据，把一个超过此前几十年灾荒总和数倍的人口损失归给天灾，在算术上就说不通。杨继绳还提出了另一个层次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比气象数据更根本。即使真的大幅减产，只要粮食市场存在，饥荒也不会以这种规模发生。粮食稀缺会推高价格，外地粮食会流入。中国疆域辽阔，各地气象差异很大，一地有灾，往往另一地丰收。即使没有市场，政府也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，百姓也可以外出投亲靠友或者逃荒。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区域性饥荒，几乎没有出现过1959到1961年这样的全国性大饥荒。差别不在天，在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体，没有粮食市场，粮食由国家统一征购调拨，同时严格限制人口流动。决议里列的第3个原因，苏联撕毁合同，同样可以用这把尺子量一量。沈志华在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里做过这项考察，文章发表在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2002年第3期。他的结论是，传闻中苏联在两国关系恶化后追逼还债这件事，他没有找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。他找到的是相反方向的材料。1961年3月，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，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。中国不要小麦，只接受了蔗糖，这笔贷款折合3亿2960万新卢布。按协议，这些债务应到1965年还清。实际情况是，到1964年，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，1965年10月之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。提前还清不是被逼的。吴冷西的回忆里记着这件事的经过：1960年7月16日，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为由，召回中国政府，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。那份召会里没有提还债。2天后，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，并且指示周恩来算一笔账，欠苏联的钱要多少年能还清。周恩来算了出来，按80亿卢布计，过去每年还5亿，需要16年；如果每年还8亿，需要10年。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，延安时期那么困难，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，现在比那时候好多了，要勒紧裤腰带，争取5年还清。
要还的钱是真的，还债的时间表是自己定的。在一个正在饿死人的年份里，把还款周期从16年压到5年，这是一个决定，不是一个不可抗力。用苏联撕毁合同来解释饥荒，和用自然灾害来解释饥荒性质是一样的，把一个决定说成了一个遭遇。这就是命名问题的实质。自然灾害这个名字，把一件由制度安排造成的事说成了一件由天气造成的事。还有一个词需要单独看，因为它就写在决议的主音里，却很少有人注意，反右倾。决议的原话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。大跃进人人都知道，反右倾指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那场运动。彭德怀在庐山上说了实话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，运动随即推向全国。这场运动和饥荒的关系是直接的。庐山会议之前，一些地方干部已经开始如实上报减产。庐山之后，如实上报变成了政治风险，谁报低产量，谁就可能是右倾。于是各地开始加码。具体的做法叫反瞒产私分，上级认定农民和基层把粮食藏起来了，于是挨家挨户搜查。杨继绳记录的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，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个，全部转为正式党员，唯一没有转正的那一个，原因是他没有打人。1959年秋天，正是需要如实报告灾情、开仓放粮的时候，全国的信息通道反而被这场运动堵死了。所以决议里的2个主因不是并列关系，是先后关系。大跃进制造了缺口，反右倾让缺口没有办法被上报和修补。名字里只留下自然灾害这4个字的时候，这一整条因果链就看不见了。现在看名字的第2个部分，3年。这个时间框同样值得查。1981年决议采用的是1959到1961年，但各地饥荒的实际起止时间并不一致。在一些省份，严重的粮食短缺从1958年秋天就开始了。大炼钢铁抽走了农村的劳动力，秋粮烂在地里没人收，这是第3期讲过的内容。而在受灾最重的几个省份，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仍在发生。把它框成1959到1961，正好避开了2头。1958年是大跃进最高潮的一年，把这一年划出去，饥荒和大跃进的时间重叠就减少了。这不一定是刻意设计，但结果是这样。名字的第3个部分是困难。困难是一个描述状态的词，它不指向原因，也不指向责任。经济困难、生活困难、暂时困难，这些词在中文的行政语言里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说的是遇到了什么，不说是谁造成的。这一点可以和同一份决议里另一个词对照。关于文化大革命，1981年决议的定性是：文化大革命使党、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，历史已经判明，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内乱这个词里有责任，错误发动这4个字里有主语。这是同一份文件、同一次会议上做出的2个定性，用词的力度完全不同。差别在哪？文革冲击的是党的干部群体本身，1981年做决议的那批人，很多就是文革的受害者。而大饥荒死的是农民，在1981年，没有一个人在会场里代表他们说话。一个事件在官方叙述里得到多重的定性，取决于谁在场。名字的现状是这样的：今天大陆的中学历史教材里，1959到1961年通常表述为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，或者3年经济困难。自然灾害这个说法在正式教材里已经不占主导，但在大众口语、影视剧和大量的通俗读物里，3年自然灾害仍然是最常听到的版本。一个被官方文件降级了40多年的说法，在日常语言里活得比文件本身更好。这是命名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一个名字一旦进入日常语言，改变它需要的时间远远长于修改一份文件。最后说一句，这一期为什么值得做？
争论一件事的成因需要数据和方法，门槛很高；而争论一件事的名字，只需要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、由谁、出于什么需要定下来的。名字是归因的压缩包，拆开它比重新论证一遍成因要快得多。1981年那份决议其实已经把话说清楚了，主要由于错误加上自然灾害。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官方不承认，是那个次要原因的名字比那份文件传得更远。